印巴空战影响非常深远，改变了很多人的认知。一周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余波在荡漾。今天，我想从更大的一个视角来探讨一下一场短暂的空战为什么有可能会改变南亚未来10年的天空，甚至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千里之外的台湾海峡。上一个视频我们聊到了印巴空战歼十 C 击落阵风的这个结果，打破了很多人对于西方武器的迷失，让台湾现役的空军主力装备基本上都变成了博物馆的展品。那这个视频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歼35A 对于巴基斯坦的这个出口，在台湾有事的时候会加深台湾方面要面临的战略困境。要理解这场南亚军售外交与中国西线战略的这个格局，我们要先看一看在棋盘上的主要的玩家跟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先看中国，近年以来，中国在军事航空技术领域突飞猛进，逐渐开始扮演一个领跑者的角色，甚至在某一些领域，连美帝都要摸着东方大国的石头来过河了。歼10、歼20、歼36，还有我们今天会重点聊到的歼35，这样一些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新闻的头条。中国开始向国际市场，特别是一些传统上依赖西方或者是俄罗斯武器的国家，来提供越来越先进，然后性价比越来越高的选择。这背后当然有经济利益的考量，军火贸易本身就是一块非常大的蛋糕。但更深层次的是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拓展。通过军售，中国不仅能够加强与伙伴国家的这个战略联系，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军售大国的垄断，甚至在一些关键的地区，比如说南亚，悄然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我们来看一看巴基斯坦，作为中国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武器最大的买家，面对拥有庞大体量跟技术优势，始终来势汹汹的隔壁的邻居，巴基斯坦它一直在寻求非对称的一个制衡手段。骁龙到歼10CE 到歼35A， 巴基斯坦空军的这个中国血统将会越来越浓。这不仅仅只是军事装备的迭代，更是整体上对于中国的战略的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而孟加拉国，这是一个位于印度东侧的国家，近年来跟中国也开始走得越来越近。它采购歼10CE 的意向，显然不仅仅只是为了替换老旧的战斗机这么简单，而是希望在孟加拉湾这个日益重要的这个战略区域，拥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跟威慑力量。当然，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棋盘的另一边坐着一位不容被忽视的中国的老对头——印度。作为南亚地区无可争议的霸主，印度始终将维持地区的军事优势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面对中国军力的快速崛起跟中巴军事合作的深化，印度感受到的这个压力是全方位的。5月7号的印巴空战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把中巴印孟四方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全都摆到了明面上。巴基斯坦空军用歼10CE 的这个战机，挂着霹雳15E导弹打出了6-0，有消息说甚至是7-0。印度那边当然是拼命否认，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国际上把印度人的这个反应当作是一个笑话在看，就连法国佬跟美国佬，他们的情报人员都暗戳戳的爆料说，这个印度的阵风战斗机的确是被歼10CE 给击落的。所以这场空战它不光只是简单的军事冲突，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南亚各方的实力盘算，以及当地那样一种一触即发的紧张的安全局势。这次空战里面，大家特别关注的是霹雳15E导弹，其实卖给巴基斯坦的霹雳15E是降级版，解放军自己用的霹雳15射程更远，电子设备也更先进。这是一种技术保密的需要，当然也是精准控制军事技术扩散的一种常见的策略。霹雳15E在实战当中的表现非常有力地证明了2点。第一点就是中国在空战装备发展方向上是对的，它点亮了正确的这个科技树。现代空战的这个关键已经不在于战斗机单机或者单一设备的格斗的能力，而在于电子战。第二点就是印巴空战不仅仅只是导弹命中飞机这种物理方面的一个对抗，也不仅仅只是单个武器的优劣的比较，更是雷达频率、数据加密、干扰与反干扰等等电池空间的
全面的较量，是整个体系的比拼。作战平台方面，网上讨论和比较歼十 C1跟阵风战斗机的各种视频比较多。这里的重点来说一说巴基斯坦空军本次表现出来的作战体系跟飞行员的水平。他们把歼十 C1战斗机跟预警机、地面防空系统整个全部整合起来，通过数据链，然后实时的传输分享数据，实现了静默攻击跟 A 射必导。基本上战斗机不开自己的雷达就能够发射导弹。另外，巴基斯坦飞行员跟中国空军在过去10几年搞这个雄鹰系列联合的演习，他们的飞行小时数也比印度飞行员更多。那这就说明中国卖给巴基斯坦的可能不仅仅只是飞机，还有成套的作战的理念跟训练的方法。所以巴基斯坦的胜利为什么会猛戳印度人的心窝子，是因为单个设备的落后对于印度人来说问题不大，因为买就是了，对不对？但整个作战体系的落后和整合，恰恰是万国军购的印度面临的致命伤。没有经历过像中国人过去30年那种卧薪尝胆的过程，短时间内想要脱胎换骨，其实根本是不太可能的。印度空战的结果等于是昭告天下，说中国亲自调教出来的小弟都能够把南亚霸主起碾输出。中国对于印度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这个碾压态势更是不言自明了。那既然已经帮小弟出了一口恶气，那为什么中国还要向巴基斯坦出售歼35A 呢？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它面对印度空军的现代化的装备，它急需提升自家的这个兵力，加强空中的力量。歼十 C1呢，只是第一步。那更引人注目的是，巴基斯坦正在与中国敲定一份涉及到40架歼35A 隐形战斗机的交易。预计随着2026年底或者是2027年以前一定会完成交付。这里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敏感的2027这个时间点。那歼35A 我们都知道是一款双发多用途的隐形战斗机，它对标的是 F-35。那歼35A 在巴基斯坦的列装将会使巴空军在一段时期内对印度形成隐身鸿沟，因为印度是指望不上 F-35。而且这个毫无疑问会打破南亚地区现有的空中力量的平衡，让巴基斯坦在未来10几20年获得对于印度的代差优势。印度虽然它也在发展自己的国产隐身战斗机 AMCA， 但根据光辉、阿琼等等历史经验来看，这个过程一定会相当的漫长，而且结果完全不可预期。另外一方面，孟加拉国打算购买中国的歼十 C1战斗机，它的数量应该足够来组建2个中队，还会一起配套购买预警机跟电子战飞机。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想换掉一些非常老旧的歼7战斗机，这个是他们军队现代化升级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目标是要在2030年以前完成。另外，他们是希望在孟加拉湾当地建立一定的防御体系，应对来自于这个印度跟缅甸的潜在的威胁。最后通过军购是想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这个战略合作，以便在地缘政治上更有话语权。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军售的特点是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不仅仅是飞机本身，还包括了配套的导弹呀、预警机啊、数据链，甚至是作战理念跟训练支持。而且这个出口型号通常会有所保留，核心技术不会轻易外泄。就比如说霹雳15E射程的限制，这样既能够满足目标客户跟伙伴国家的基本的防卫的需求，又能够确保解放军自身的技术优势。南亚军售跟当地的军事动态对于整个地区乃至于亚太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提出几个自己的观察，可能会让大家对于整体的局势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首先第一点，南亚的军售会重塑地区的力量平衡，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巴基斯坦跟孟加拉国空军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先进战斗机的加入，无疑会极大的压缩印度的战略空间。这一点我们在印巴空战的结果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印度空军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保持着对于巴基斯坦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可以说用碾压来形容。在印巴空战之后，尤其是在歼35A 列装巴基斯坦空军之后，这个优势会被抹平，甚至被反转。印度自己的5代机 AMCA 要到2035年，甚至搞不好去到2040年以后才能形成初始战斗力。
所以接下来10几20年，印度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能力窗口期的劣势。而更让印度头疼的是，以前他担心的主要是西线巴基斯坦这边跟北线来自于中国的压力。那现在东线的孟加拉国如果也开始装备先进战机，虽然这个国家是一个小国，不太可能主动挑衅，但南亚安全态势的发展趋势是足够让印度担心的。万一哪一天斯里兰卡、哪一天尼泊尔也开始买中国的歼10C，那不是反了天了吗？那他自己在本地这个老大做不下去，按不住小弟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卫星图像也显示，巴基斯坦跟孟加拉国都在升级他们自己的空军基地，为迎接新的战机做准备。那所有这些都表明，网络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那其次，中国在南亚进行的军售，甚至有可能会打造一个所谓的巴中孟空中的走廊。这个听起来有一点点魔幻，但有几个迹象值得注意一下。因为中巴之间已经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了，中孟之间的经济跟防务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而巴孟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回暖。所以，如果这3个国家未来在空中力量的运用上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跟协同，比如说情报共享，比如说过境飞行便利、后勤资源的网络化、标准化等等等等，那这种做法一定会在印度的西部、北部跟东部形成一个弧形的战略压力带。这个压力带的存在对印度在南亚的霸主地位会构成重大的长期的挑战。这种安全态势在以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你想想看，东边是孟加拉国，西边是巴基斯坦，北边是来自于中国的泰山压顶一样的边界方面的压力，这样一种多线作战的困境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国防高层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最关键也最具有颠覆性的可能性，就是中国在南亚的军售跟战略部署，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与台湾海峡有关。那中国如此积极的武装巴基斯坦跟孟加拉国，帮他们对抗印度，那仅仅只是为了南亚的和平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引入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叫做分布式威慑。分布式威慑这几个字呢，或许就是解读中国在南亚进行战略部署的一个钥匙。那具体是怎么样运作的呢？那如果台海爆发危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美国一定会要求印度在印度洋、南海那边，或者是中印边境的方向对中国施加压力，哪怕它只是做一个这样的姿态，比如说大军压境，都会让当时全力准备应付台海方向的中国会非常的头疼，因为双线作战始终是兵家大忌。但印巴空战以后，南亚的局势其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实战当中，歼10C跟霹雳15E斩落阵风，这个是对于印度的一个 wake up call。那接下来的1年半载，如果南亚军售顺利完成的话，地区的安全局势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歼35A 的加入，将会使得巴基斯坦面对印度空军的时候具备代差的优势，足以迫使印度在西部的边境投入更大的这个军事资源。而孟加拉湾，如果我们到时空中巡视的是歼10C跟中国制造的电子战飞机、预警机，那这种情况也一定会增加印度在东部方向的防卫压力。那设想一下，台海有事的时候，巴基斯坦如果在印度的西线主动制造一些边境的摩擦，东边的孟加拉国摆出一个高度戒备的姿态，比如说封锁空域，这样一些情况底下，试想一下，印度还会有多少军事资源可以去中印边境或者是南海方向制造事端，来关心一下远在东亚的台湾问题呢？其实南亚霸权才始终是印度的核心利益，一旦受到挑战，势必迫使印度集中精力应付本地的威胁，而没有任何的资源去分心关心台湾问题，所以一定会被迫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中立，或者是有心但是无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分布式威慑的逻辑。通过在中国西翼这个比较次要的战略方向，在南亚地区给对手印度制造足够的麻烦跟压力，从而确保在将来用兵的主要战略方向东南的台海这边，中国的行动自由不受牵制。巴基斯坦跟孟加拉国在中国这盘更大的棋局当中扮演了战略棋子的角色，他们在南亚地区对于印度形成的军事压力，
客观上起到了牵制印度，使其难以在台海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那资料显示，美国国会的相关委员会其实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南亚的部署影响到了美国在亚太等核心区域的战略利益。那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在南亚的军售安排，这个影响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印巴冲突或者是孟加拉湾这些地区。它其实像一根风筝的线，把南亚次大陆发生的这些军事的动态与台湾海峡的未来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块儿。这个才是中国在南亚军售大的棋局当中最深远的战略部署跟意图，通过改变南亚地区军事平衡，间接服务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整体的战略布局。那这样一种战略牵制的价值，在关键时刻，在真正需要用到的时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那面对中国的招数，印度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嘛，它正在加速自身的军事现代化，比如说全力推进国产的光辉战斗机AMCA 等第5代隐身战斗机等等。与此同时，它也会积极的强化与美国等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利用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平台，寻求技术合作跟外交的支持。当然，美国也一定会调整印太的这个战略，加强与印度的国防的合作，支持印度提升他们的国防的实力，以制衡中国在南亚日益增长的这个影响力。如果我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每一次技术革新，尤其是军事技术方面的这个重大的突破，往往都会带来国际力量格局的这个深刻的调整，跟战略思想的一个演变。南亚地区历史上也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军备竞赛的周期，只不过这一次歼35A 给巴基斯坦带来的面对印度的代差优势，在地缘政治方面体现得更加显著。那中国作为武器供应方的话，通过分享技术优势来化解战略西翼面临的这个压力，进而显著降低乃至于完全消弭掉台海有事的时候印度搞事情的可能性。那这个操作承载着中国的国家意志、技术梦想跟地缘政治的非常复杂的叙事。印巴空战跟南亚军售，事实上都是全球力量格局演变的一个缩影。那您认为印度未来会如何应对这样一种挑战呢？分布式威慑这个概念在未来的台海冲突当中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请别忘了点赞、订阅爱生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将来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精彩的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星星愉悦的一天，谢谢。